天灾毫无预兆地撕裂了平静。窗外，暴雨如同失控的天河疯狂倾泻，洪水则化身咆哮的巨兽，吞噬着钢筋水泥的丛林。而我，雨辰，却在这栋提前囤满物资的老旧楼房里，安安稳稳地睡着大觉。老楼仿佛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将末日的喧嚣与毁灭性的洪水彻底屏蔽在外。就在我盘算着在这安乐窝里一直苟下去时，老楼的系统却冷不丁地弹出了提示：家园成员满足3人，即可开启物资丰富的净土小店。提示音刚落，一个坚定的少年声音就在耳边响起：雨辰哥，你说该怎么办，我都听你的。说话的正是孟小刀。说实话，这小子的表现着实让我满意，该下狠手时毫不含糊，该守的底线也稳稳守住。我看着他的眼睛，递过一份文件：孟小刀，你记住，未来的末世要比你现在经历的更加残酷。这张守则你认真看看，能接受就签字，以后跟我混。孟小刀接过守则，目光扫过最上方4个醒目的黑体大字：净土守则。他眼中瞬间爆发出光彩。雨辰哥，你是楼主吗？太好了，我签。没有丝毫犹豫，他提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由系统生成的合同绝非儿戏，背叛者死的条款意味着任何家园成员的背叛行为都将被系统直接抹杀。随着他落笔，系统冰冷的提示音立刻响起：检测到家园加入新成员孟小刀，家园成员已满足3人 ，SS 级净土小店已发放。喜悦刚爬上眉梢，一声闷响砰地砸碎了短暂的轻松。孟小刀的外婆晕倒在地。雨辰哥，我外婆晕倒了。孟小刀的声音带着哭腔扑了过去。老太太年逾80，又经历了之前的混乱场面，显然是惊吓过度了。我迅速蹲下检查，别着急，你外婆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孟小刀急得声音发颤，有高血压，一直有，可家里的药全被洪水泡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哥？我末世前囤积了大量药品，但偏偏没有降压药。你认识的人里有医生吗？能联系上的？有。孟小刀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我外婆的老年机里存着她主治医生刘医生的电话，他人特别好，能联系上他吗？能，我早上还给他打过电话。孟小刀立刻用老年机拨号，电话很快接通。孟小刀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地说明了外婆的情况。电话那头，刘医生的声音透着疲惫和凝重。老人的情况，我高度怀疑是颅内压升高，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尽快送医。但是听筒里传来背景中一片嘈杂的哭喊和混乱。洪水那天我值班，被困在医院了，断电后情况恶化得很快，每天都有人撑不下去，这里已经乱套了。我拿过电话，语气冷静：刘医生，你现在是被洪水困在医院对吧？我可以带你一个人离开，作为交换，你带上必要的药品和注射医疗器材来帮我救人。刘医生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我家里托了不少关系，都联系不到救援，现在官方救援都撤走了，你拿什么？我打断他，半个小时内我必到，你只需告诉我这个交易你做不做？短暂的沉默后，刘医生斩钉截铁地回答：好，我做，成交，半个小时后见，小心行事。我挂了电话。半小时后，我驾驶着小游艇劈开浑浊的水面，悄然接近那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医院。为了不引人注目，在靠近住院部时，我换上了更隐蔽的橡皮艇，奋力划桨。就在快要抵达约定地点住院部4楼应急通道的阳台时，口袋里的手机剧烈震动起来，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屏幕上跳出刘医生发来的信息：逃生通道的阳台上有人，2个人，怎么办？我立刻回复：别慌，站好位置，时刻准备上传。信息刚发出，就看到阳台上2个身影走向了背着鼓鼓囊囊背包的刘医生。一个染着红头发的男人率先开口，语气不善：医生，你那包里是装的吃的吗？刘医生强作镇定：不是，是药品。旁边一个女生接口，眼神狐疑：你装这么多药在书包里干什么？难道你联系到救援了？没有。刘医生否认道。红毛眼珠一转，拉着女生走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几分钟后，当我划着橡皮艇破开水面，终于抵达阳台下方时，那2人猛地从阴影里跳了出来，一把闪着寒光的刀瞬间架在了刘医生的脖子上。红毛男对着我，脸上挤出扭曲的笑容：嘿，美女哦不，哥们儿，1个也是救，3个也是救，带我们一起走呗。那架势根本不是商量，而是赤裸裸的威胁。我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好啊，动作快点，别把其他人都吸引来。我把手里的船桨递向那2人，你们俩拿着，我和刘医生划累了，换你们俩来吧。就在红毛和那女生下意识将目光投向船桨，警惕稍有松懈的瞬间，我体内积蓄的力量骤然爆发，双手如同铁钳，闪电般抓住2人的衣领，爆发出惊人的力道，直接将他们提离地面，狠狠甩进了下方汹涌的污浊洪水中。看着他们在水里惊慌失措的扑腾挣扎，我甩了甩手腕，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看来出发前啃的那2根大力菠菜，效果真不是盖的。